中美战机对峙3天3夜，解放军以3-1的优势给美军上课，这是真的吗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中美两国元首双双参加 G20 峰会这几天，台湾的媒体爆出了一个猛料，有台湾军方人士证实，几个月前，解放军战机与美国战机在台湾东部发生了对峙3天3夜的场景。这位所谓的军方人士还声称，美国方面3天出动了100架次的战机，想试探解放军的应对能力与底线，而解放军呢，则采取了逢舰必跟、逢机必查的方式予以应对，总共出动了超过300架次的战机，以3-1的优势给美国人上了课。那么美军这次出动的是什么飞机呢？台媒声称是 F-16战斗机，而且是从关岛起飞，经过空中加油的方式抵达台湾东部海区的。这则新闻被台湾《中国时报》、香港凤凰卫视等媒体报道和转载，听上去非常激烈刺激，好像中国空军与美国空军差点就打起来一样。那么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吗？我们可以理性的分析一下。台湾媒体声称这次对峙的空域是在台湾东部海区的上空，这的确是美国干涉台海事务最可能发动攻击的区域。过去我们就说过，受台湾中央山脉的遮挡，美军在关岛的轰炸机一旦偷偷的进入台湾的东部，那么解放军的地面雷达是难以发现他们的。这也是解放军战斗机不断进入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演训的原因。解放军发展航母战斗群有一个重要的目标，也是在台湾东部建立起一个比较大的防御纵深。所以台湾东部海域上空将会成为中美两军较量的关键点。从战略的层面看，的确存在着这样的情况。那么美军为什么只派出 F-16中型战斗机在台湾东部地区与解放军模拟追逐呢？这恐怕才是这则新闻的漏洞所在。一方面，关岛与台湾东部的直线距离有2000多公里， F-16战机每天出动30个架次进入该空域巡航，那么其往返都需要进行空中加油。这种玩法非但在战术上不可行，从战略上讲也几乎无法建立空中优势。说他们是在送人头还差不多，道理很简单。F-16战斗机是单发中型战斗机，不但技术性能层面对付不了中国的主力战斗机，而且作战半径也远远不够。单发战斗机在距离军事基地2000公里范围内与解放军的战斗机追逐。台湾媒体当美国军队的飞行员是傻子吗？另外，美国空军在关岛地区部署的军机也不可能仅仅是区区30来架 F-16战斗机，因为在那个地方部署 F-16，其作战目标不明确。而一旦大量的为 F-16战机实施空中燃料补充的加油机被解放军摧毁在半道或者是机场上，那么这些 F-16战斗机就要跳海喂鱼了。即使是在和平时期，一款单发的中型战斗机往返飞行4000多公里，不要说实施空中加油了，就是一旦发生故障，飞行员就不得不被迫跳伞。那么在这么远的距离上，美军在海面上有多少保障船只能够为这些跳伞的飞行员实施救助呢？显然用 F-16战斗机搞这样活动是得不偿失，极不理智的。实际上，美国要想干涉台海，飞往台湾东部地区上空的只会是远程战略轰炸机，而为这些轰炸机护航的可能是美军驻日本基地的 F-15CD 重型战斗机，或者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舰载机。任何国家的飞行员都必须在自己的战机有足够的燃料保障的情况下，才有可能与对方的军机追逐。
而部署在关岛上的 F-16与中国战斗机较量，完全就是个送死的行为。总体来说，虽然台湾媒体公布的这则新闻看了非常提气，但是我们也需要理性的看待这件事儿。在关岛部署的美军的战略轰炸机携带的远程巡航导弹，对我们是有威胁的。解放军正在台湾地区东部建立起更大的战略防御纵深，但是我们还真没必要与美国的 F-16中型战斗机较量，因为美国人并不傻，他们也不可能为了挑衅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专门过来送人头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